大家好，我是大为。手是健康门，手是我们身体的缩影，同时手上也是我们整个状态的一个晴雨表。手上有很多关键的信息，也有很多的点位，都能和我们的身上起到一个呼应的作用。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动作，顾名思义啊，就是在手上去做的一个长寿小动作。这个动作呢，也不是我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这里啊公园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老人。这个老人89岁，身体啊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强壮。他每天必做的一个动作，就是在手上去做。他告诉我说啊，你看这个位置，小拇指的位置，咱们把它称之为什么呢？肾宝宝啊。这个位置呢，我们把它称之为肺宝宝。这个位置呢，和我们的心宝宝相关。哎，你看我们的食指，以为什么呢？以为不重要了，它和我们的整个睡眠啊，和我们的肝宝宝啊也是相关的。我们的大拇指和我们的头脑也是相关的。所以五指啊，你只要把它练得灵活，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哎，我们刚刚讲的地方啊，都能怎么样把它疏通一遍。所以今天讲的这个动作呢，非常的简单，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但是大家经常做一做，你会发现真的非常舒服。什么动作呢？啊，我把它称之为啊手指钢琴操，因为做起来以后啊，就像弹钢琴一样。怎么去做？很简单，你看，我们把手这么握着啊，半握着，然后你会发现我们的指腹会自然而然点在我们的手指上面，然后我们慢慢的，你看1、2、3、4、5、6、7、8，做快一点是什么样？就这样，把它转起来。大家正面看可能看不出来，看背面。啊，看背面这些筋的活动，大家再看一下我的这里啊，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就像什么？就像琴弦一样，你把手放在这儿啊，自己把手这么活动活动，每一下要点入进去，不要小看这个动作。你们跟着我去做，你们数上一个10秒钟，做完以后小臂上面就会胀胀的，同时做完以后，你会感觉一股一股的暖流往我们的手上去冲。这几个点，我们手上指的这几个点，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手指，都是很有讲究的。你看，点进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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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很多朋友做的时候，就慢慢练习，单手这么练习，慢慢的去做。你即便感觉点进去的力度不够，我们也把这个动作好好练习一下，慢慢的、逐渐的可以加快它的速度啊。是不是感觉就像我们在手上盘核桃一样的感觉？哎，其实它的原理是一样，只不过我们这个动作不用再带2个核桃，随时随地的我们都能做起来。你记住了，手是我们身体的缩影，把这个动作做一做，感受到手上一阵一阵暖流的这种感觉，感受到我们的肌肉发力的酸胀感，你就会喜欢上这个动作。每天坚持多做一做，早上做一遍，晚上做一遍，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来感谢我。好了，动作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啊给大家来讲一下老年痴呆。老年痴呆有个专业的名称啊，叫做阿尔兹海默症。如果呢你去网上去查，它会出来很多的一些内容，我相信大家也没有耐心的去看完。那么今天啊，我来用这个视频啊，一条视频告诉你老年痴呆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现象。为什么呢？因为我很早之前啊，有段时间在社区里面啊做过服务，那么当时啊接触过很多的中老年人，那其中有很多人啊就患有老年痴呆。那么这个过程呢，它都是由轻到重的，而且呢，据一些患者的家属来说啊，就是吃了很多的药，哎，看了很多的医生，并没有很好的好转。所以呢，给大家来讲一下，老年痴呆一般来说，我们只能去预防，包括去预防这个病症的一个恶化。但是你要想通过去改善、治疗好，让它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那几乎来说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呢，我在这里啊，把我曾经的一些经历啊分享给大家。其实老年痴呆啊，他的家人会非常的痛苦，他自己本人呢也会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会很多时候他想说一些话，想表达一些意思，他完全忘了，他组织不了这个语言，他讲不出来。我们这里啊，从轻度、中度、重度啊来给大家讲一下。首先，轻度是什么样呢？一般来说啊，它有一个发病的时间，就是偶尔会犯一些迷糊，莫名其妙的讲一些话，莫名其妙的做一些事啊，他就
一阵子它有一个局限性，然后过段时间啊，过一会儿它又好了，好了以后就跟正常人一样，几乎来说它的这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变化。那么中度是什么样呢？就是开始出现了这个思维和记忆的一个混乱啊，他开始可能认不识回家的路了。对小时候的记忆特别的深刻，但是对之前发生过的一些事啊，开始逐渐的出现记不得了啊。对家里面人之前跟他讲过的话，刚开始还能记得，然后转头他就忘了啊。这个呢就稍微有点严重了。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他做一些干预。就我今天视频分享的内容啊，其实还是不错的。那如果再往后面发展的话，那就更加严重了。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最严重的就是说他连家里面的亲人也记不得了，想讲什么话他也讲不出来了。支支吾吾说半天，他一个字也蹦不出来，就是他想表达的意思他说不出来，但是他非常着急啊，然后搞得家里面人啊也会很烦躁啊。因为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女士啊，她的家里面的人就是老年痴呆，已经蛮严重的了。她当时就跟我讲一句话，她就说老人都这个样子的，我也没有办法啊，天天要哄着骗着，像哄小孩一样，他动不动对你发脾气，你也没有办法。然后他自己啊什么都知道，他也想讲也讲不出来，然后有时候犯糊涂啊，天天疑神疑鬼的，就很难受啊。他讲的这个表情啊，包括语气啊，就很无奈很沧桑，那就整个家里面人啊都会变得非常的累。所以呢，今天我出这期视频啊，其实前面讲了这么多啊，就是给大家让大家能重视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后面呢，我教大家一个手上面的一个操。这个操啊，可以帮助大家很好的预防啊我们的大脑啊衰老啊，就是说白了，预防老年痴呆，能让我们的大脑时刻保持活力，时刻变得年轻。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这套动作啊，咱们分为2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啊，就相对而言比较简单一点，就是我们每天啊练习一下这个手掌操，怎么做呢？你看，把手啊并在一起，然后呢从小拇指一个一个的先离开，然后从大拇指啊，你看1、2、3、4、5，刚开始啊，我们做慢一点，再从小拇指离开啊，就这样啊。刚开始做慢一点啊，跟着视频练习，动作并不难啊。然后呢，每天去把这个动作做一做啊。这个动作你在做的时候，你的大脑啊就会跟着我们的手眼协同嘛，然后去锻炼你的大脑，让你的大脑啊时刻处于一种高度集中的状态，从而帮助我们的大脑啊更加的年轻。那么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呢就稍微难一些了啊。那我们把双手举起来，然后呢指向前方，我们可以先画一个简单的正方形啊，就这样啊，画一个简单的正方形啊，然后呢再反方向的去画啊，非常的简单啊，在你的脑中啊去这样去想。做这个内容的时候，刚开始你看着比较简单，但是你在做的时候会慢慢的把这个精力啊投入到你的指尖去想象你正在去画啊，一定要这样去做。然后呢，我们做完第一个正方形以后，我们再把它变一个什么呢？就是我这个手画正方形，你看这个手啊就开始画圆啊，然后再可以反过来，这个手啊画圆，这个手呢就画正方形啊，就是把它不断的变化，甚至你可以做一个手啊，你去画一个三角形啊。然后呢，一个手呢去画一个正方形，就这样去做。你看三角形啊，正方形啊，就这样去做。你把2个手分开做，一个手正方形，一个手三角形，一个手三角形，一个手正方形。你去尝试着2个手要画不同的图案，不用管这个图案你画的对不对、好不好，你只要尽你最大的可能把这个图案给它画出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通过我们的手啊去激活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神经啊变得更加活跃，大脑啊变得更加活跃。每天这样练习，每天挑战不同的一个图案，就能让你的大脑啊处于一个高度的活跃当中。这样的话呢，就能预防啊老年痴呆，同时啊让我们的大脑思维啊得到一个很好的提高。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的内容啊分享和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那么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没有点赞的一定要给视频点赞，感觉听完有用的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那么自古以来啊，练功的人都有一个讲究，叫做练功先练己。这个己呢是脊柱的脊。为什么这么说啊？你只有把这个脊柱啊给打开了以后啊，我们这个胸廓啊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伸展，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啊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同时呢，你脊柱打开了以后啊，你这个身体啊才能更加的灵活啊，不然你怎么去练功，怎么去练拳？
对不对？所以脊柱啊一定要先打开，脊柱打开了以后呢，这个气血啊运行的更加顺畅啊，同时呢，我们这个椎管被打开了以后啊，这个神经信号传输会更好。所以大家一定会有一种感觉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尝试过那个正骨啊，咔咔咔咔咔咔正完以后啊，你会立马感觉浑身轻松，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啊。所以练功先练脊。那么今天啊，教大家一个无名功。为什么叫做无名功呢？因为它是一种传统，就是不论是任何流派，它都会去把这个脊柱啊给打开。我们用现在的俗话来说，叫做开胸啊。自己在家也能练，而且非常安全。它是属于道家刚开始去做的一种算是一种日常修身修行热身的一种方法啊。那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去做。那么首先练习这个方法之前呢，大家一定要学会一个动作，叫什么？叫挺胸啊。就是你千万不能驼背啊，千万不能这样圆肩驼背这样，那就不行了。那一定要学会什么呢？把胸往上挺。为什么要练这个动作呢？你先去练先跟我去练一个10下去挺胸。你看1、2、3你要把胸学会往上挺这个胸要往天上去指。那么你再把这个胸这个动作学会了以后你能自如的去把这个胸往上去挺了以后，我们开始练怎么去做呢？双手放在胸口两侧然后呢，这个手指要轻轻的发力。怎么去发力呢？你要感觉这个手指这个指面去贴附住我们的整个肋骨去贴附住。好，然后保持住了以后大家看我这个手势保持住了以后怎么去做呢？把胸往上去挺，同时这个手在贴附住骨面的时候往后去拉往后去拉，就变成这样看，抬头挺胸，然后吸气。吐气，吐气，注意吐气的时候挺胸，手往后拉吐气。好，再来，手可以微微往上移一点原来我在这儿微微往上移一点，一点点往上移然后吐气，再来吐气。大家看，注意看，我挺胸的时候，手会往后发一个微小的顿挫力，什么意思呢？就抬头挺胸，吐气，快吐完了以后，开始微微往后来。发一些小顿挫的力吐气再来吸气吐那么在做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能会感觉到你背后这个骨骼发出这种微小的咔咔声可能有的人会有微小的咔咔声。那么有这种声音不用去担心没有这种声音也不用去好奇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我们只需要从下到上走一遍就可以了，你每天去做一下就行了再演示一下双手放在胸口然后吸气，这个手指一定要贴附住我们的整个骨面然后吐气，吐的时候呢，就手看往后拉，然后微微发一个顿挫的力，往后去看，往后去拉，然后微微发一个顿挫的力，看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们自己去感受一下那么在做完了以后，就从下到上男女性都行，女性可能有这个胸部在这边挡着，那可能做到这儿的就做不上去了，没关系我们只要把这一块给它做完以后，你就会感觉你这个胸口包括肩颈立马就舒服了就是这么神奇所以这个方法大家去做一下，每天不要练多从下到上走一遍就行了走一遍就够，一遍就能让你身体立马就轻松，而且做完以后会感觉这个腰背肩颈全部都挺直的，笔直的。好，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这个方法每天去练一练，对于身体的气血对于心肺对于我们整个脊柱都是非常好的。好了，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每到秋冬季节，你就会发现很多朋友手上最容易出问题，手上干裂有一道一道的小口子，皮肤增厚变粗看起来非常的粗糙。还有一些朋友手上还有一些冻疮就是一些疮。那么咱们今天就针对手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这个方法其实非常的实用，像家里面手不好的，手比较粗糙的，手上有小口子，我建议大家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然后呢，以后每天看着这个视频一边看一边跟着我做，你坚持做上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手上变得滑滑嫩嫩的，就像少女的肌肤一样。好了，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收藏下来。我们来讲一下怎么去做你会发现手上有问题的人，大多数是在哪里呢？手指中间是不会有的，
掌面是不会有的，对不对？很少有人，大多数是在哪呢？我们指甲的两侧，对吧？指甲的两侧，无论是哪个手指啊，都有一定的概率发生。整个手背啊，整个手背。那这里啊就讲到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里呢，很多的一些血液循环到这里啊不太好，特别是一些年纪大的人，他经常还做事啊，手背呢，它相较于我们手掌来说，它的防御力还较弱，就容易啊受到一些外邪啊进入其中，导致了我们整个手上面发生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其实你按照我今天教你的一个手上面的一个操去做，那很快的就能激活其中的一个气血循环，把一些不好的物质啊给它代谢走，让一些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有用的物质啊进入到我们啊有创口的地方或者皮肤增厚的地方、粗糙的地方，重新给你手背上面洗个牌啊，换一个血，让你这个手背啊重新的长得更好看。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指节当中要给它搓，你看用手捻着啊我们的指节是这样搓啊，你看大家看啊，每个手指指节啊，你就搓上一个10下到15下，2啊3到我们的这个位置啊3，转了就可以了。好，然后1。这个方法做完以后啊，你会感觉非常的神奇啊！什么神奇方法呢？你就做完以后，你会感觉这个手指啊、关节啊里面发热啊，很舒服啊。然后我们就这样做。如果说你的这个旁边啊正好有小伤口，咱们这个就避免啊，就不做。比如说我的关节上面有个小口子，咱们就不做啊，就是避开有创口的地方啊，然后就这样转。好，再来转啊，每个关节啊都给它做到啊。力度不用很大，轻轻捏上去以后，有一些微微的小小的酸胀感啊就可以了，就这样转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要把里面的每个关节的开关给它打开，然后包括我们的大拇指也一样啊，转啊，一样的啊。都做完了以后，首先你先活动一下手指，你就会发现你这个手指啊，两个手对比一下啊，手指变得更加的轻松啊。其次呢，我们要把我们的气血往下面去输送，怎么去做呢？啊，拍啊，第2步就是拍。啊，拍我们的手背啊，手掌啊，微微的不要是整个打上去，要有个微微的凹进去啊，拍，看快速的拍，啊，有节奏的这样去拍啊，大概你去拍上一个50下到80下左右，你会感觉我们的掌心啊有一些微微的小小的发麻。好了，这个时候证明你已经把我们的气血给引下来了，然后呢，就是手夹着我们的拇指往下拉啊，10下啊，就这样，大家注意看啊，比如我大拇指啊2，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说，比如我这里有个小口子，那我就往下滑一点就可以了啊，尽量避免啊。好，然后3啊，中指你看，好4啊，每个手指啊我们滑10下，好5。好，这么一只手你就做完了。做完以后啊，你的手上会有很神奇的感觉啊。如果你做完一只手有感觉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这个时候呢，如果朋友他自己家里面有一些护手霜，这你就可以插上去的，它有个更好的能发挥这个护手霜的一个效果啊。然后呢，我们左手做完了以后，我们右手也是一样的，在这里啊给大家快速的再演示一遍，每个关节你看。这个手啊，搓10下，10下，10下啊，关节10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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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下啊，每个关节搓一搓啊。我们不完全演示完啊，然后呢，开始拍手背啊，一定要注意要点啊，这个手掌往里凹一些。好，拍到80下，50下到80下左右，然后呢，开始把我们的气血往下去拧啊，10下，每个关节10下。好，这边。好，快速的，那就顺着往下去滑就可以了。好，那这样的话呢，我2只手都已经做完了。
做完以后啊，手上是非常的舒服，然后再擦一些护手霜就可以了。今天这个方法啊，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它啊收藏下来，以免以后找不到了。同时，这个方法对于我们手上啊经常容易开裂的啊，对于手上皮肤粗糙不好的，你只要坚持去做，你就会看见啊你的手上发生一些神奇的变化。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我每天啊都会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养生小绝招，那么大家一定要关注我，没有关注的点一波关注，没有点赞的给视频下方点个赞，谢谢大家。